呀，对，我还想说一件事啊，这个事儿跟这个关系不大。就一开始想创这个想干那玩意儿，做乡村旅游嘛，不是国家那个政策啥的和各方面都非常，就是那种鼓励的嘛，做乡村旅游。但没想到就是做到这种情况，中间也找出了很多这个原因啊。谁也别喊我那么干，别这么干。首先你借钱干这个买卖，就肯定是不对劲儿了。你自己有钱，你比如说你有10万，你拿出5万干这个还行啊。你没有这些整钱来回倒钱那个压力，是不是啊？你不用把精力放在这顶上，你还能琢磨琢磨这个怎么干。还有一点呢，人都说了，要一步步干起。我现在真正认识到怎么叫一步步干起了。那一步步偷钱吧，是积累经验，完了是有一个好的人气，完中间还有很多别的因素啊，但也说不清那个因素。完了能把这买卖一点点做大。当时就寻思人生短暂的，这个就这个30-40年的好时光，你就得大块步整。这脑子就是现在看这都真是的。但是我发现现在还有很多地方说这个还有干那个就是这种东西形状的东西，把整个村子都建了，把这个整个村民吧，可能是废弃的村庄啊，他给都村民挪出去了，补偿，也是政府方面支持的。完了之后把那个整个建出非常有文化特色那种的，那个我感觉也不行，到最后也是死，没有人气呀，是不是？你指着外来旅游的，那个到这块儿来吃来消费，那也反正那也违背了啥呢？违背了你把这个村子让这个村民呢发展起来哈，怎么样？违背了这个，也是最后呢，你说你经营，你是不是得雇人？一雇人成本是不是上来了？最后都完。我感觉啊，这种东西的出路就是啥呢？就像我说刚才说这个，后边说那问，你把这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独立免费的，给别人使，让别人你不用雇这些人啊，让别人把人气带动起来，发现让更多人发现这块的价值，是不是？到时候谁在这块做买卖都能挣着钱了，可能你让他免费使1年，第2年可能他主动都要给你点钱了，是不是？即使他不给你主动给你点钱，你可能有别的人想租这块，你不就利润就来了吗？是不是？往后这买卖肯定是往后就是这么干的，这块你分成这么大面积操场各块，你分成个7份8份的哈，多免费多给他干各行各业的多少块给他使来，整的这搁这这些年空着不也白扯吗？你像那些村庄啥的哈，我就寻思，他建那文旅村叫什么玩意儿呢？反正整个把这村子都改变了，都非常整洁那种的。但是我看人气也不够啊，我看人气也不够啊，都是老板思索怎么你是怎么把他招来的人，那种形式不行，就是错误。中间你还得雇人，是不是？你突然来了一杆人，你没法接待。你要长时间你这些雇的这些人搁这块儿还闲置着，所以说我说那不行。按我这方法差不多能行。下一步就像我说这么干的，朋友们，行不行这招？这些年这个就是通过这些事儿哈，坚持了10年各种经营，完之后到现在总结出这点经验。